原来发姑奶爸真的很爱萌兰，看到她情绪低落，便亲自背着萌儿回家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前一天萌回到了北洞，萌兰好像察觉到了，然后这天上班时迟迟不肯出来，而是躲在墙角，情绪十分低落。发姑奶爸知道后，便亲自来接萌兰，并安慰她不要难过。而萌兰情绪低落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她舍不得妈妈。之前妈妈在身边的时候，她总是无拘无束，还和妈妈打打闹闹。不开心时，靠在妈妈身上就舒服多了。然而当妈妈真的不在身边时，分开的第一天，她就情绪低落了起来。她知道以后的日子要靠自己了。好在她遇到了一个好奶爸，在奶爸的不断安慰下，她渐渐有所好转，然后被发姑奶爸搂在怀里，朝着室外走去。在我们的印象中，萌兰一直是个活泼开朗的大男孩，并且治愈着其他小熊。实际上，萌兰自己才是最需要治愈的那一个。好在他最低谷的时候，遇到了发姑奶爸，发姑奶爸给予了他光明，给予了他无限的爱。当萌兰来到室外后，依旧没有从离开妈妈的悲伤中走出来。发姑奶爸见状，慢慢的蹲下来，而萌兰也懂事的朝着奶爸身上趴去。就这样，一人一熊的身影，像极了父亲背儿子回家的视觉感。后来，在奶爸的治愈中，萌兰慢慢从离开妈妈的悲伤中走出来，又变成了阳光大男孩。真的要被庆大感动死了，只因萌兰想要越狱，他就充当肉垫，让大哥萌兰踩自己身上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饲养员不在，萌兰带着庆大庆小来到了门边，庆大一下就知道萌兰的想法，然后叫大哥踩自己身上。萌兰也不客气，直接就朝着庆大身上爬去。这一招，萌兰早就熟悉不过了，因为之前他和庆小就练习过。萌兰第一次在庆小的辅助下，就成功爬上了窗户，所以这次他没有丝意外，就站在了庆大身上。可能这是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越狱，他们有点紧张。然后萌兰从庆大的身上摔了下来。哎呦我的妈！虽然历经失败，但萌兰越挫越勇，再次朝着庆大的身上爬去。而庆大也非常忠心，任劳任怨，让大哥踩着自己爬。大哥踩上的一瞬间，其实他都要挺不住了，全身都在颤抖。但为了大哥越狱成功，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后来发现庆大实在顶不住，然后他们就搬来了篮筐，庆大负责扶着大哥，庆小负责放风。在大家的配合下，萌兰终于爬到了玻璃门上。可惜的是，萌兰最终被饲养员发现，然后就被关小黑屋了。庆大不愧是忠诚的小弟，看到大哥被关后，他还想爬出来救萌兰呢。见过花花搓澡吗？这段拍摄于2021年的视频，记录了发姑奶爸给花花搓澡的画面。自从上一次发姑奶爸和福婉分别去了澳门照顾其他大熊猫后，好久没有看到他的消息了。得知奶爸要走，当时福婉飞一般的跑向他。发姑奶爸私生活我们不好评价，但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奶爸。从萌兰到福婉，发姑奶爸真的治愈了很多小熊。最近我又看到了一段他多年前给花花搓澡的视频，原来发姑奶爸也带过花花呀。原来他对待每只大熊猫都是那么的耐心。面对着发姑奶爸，花花很乖很听话，好像每只大熊猫被发姑奶爸带时都情绪稳定。他们可能都感受到了发姑奶爸来自骨子里的爱。那时的花花好小只呀，虽然现在也没长干，怪不得谁也美不过小时候的花花。这都是来自饲养员们细心的照顾，让它白的要死。主要当时的花花一点攻击性都没有，而现在没长个却长体重的花花，饲养员也不敢轻易靠近，逐渐成为了挖煤集团成员。哈哈，这时的花花也好调皮呀，还想把脑袋伸进洗过毛巾的桶里呢。在被发姑奶爸带着的这段时间，花花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。后来发姑奶爸被调走，去饲养了其他大熊猫，分别的视频我没找到，估计当时花花也是伤心难过的吧。发姑奶爸这样一个优秀的奶爸，如今却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，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离职了。现在只能通过古老视频来怀念一下他带给国宝们的爱。这是萌兰小时候越狱时的场景，喝着盆盆奶还想着越狱，最后被饲养员给抓住了。我们来看看事情经过。这天饲养员打扫完卫生后，就来给妈妈儿喂盆盆奶。开门的一瞬间，其实妈妈儿就跑了出来，但看到奶爸手中的盆盆奶后，在越狱和吃饱之间，他选择了吃饱了再越狱。
这一刻，别看他吃的老猛了，请注意他的眼神，一直在注意门外，貌似在寻找机会。好了，盆盆奶干完了，智慧的眼神告诉我们，他即将要行动了。丢下盆盆时，怕声音惊扰到奶爸，他又赶紧把脑袋伸到空盆前，假装吃了起来，一边吃着，一边寻找着合适的机会。他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好了，机会来了，请注意他的行为。他先假装在室内徘徊，停下脚步，查看奶爸的身影，走了几步后，再次停下，回头看看奶爸有没有注意到自己，发现奶爸在门口站着，感觉越狱无望了，陷入了绝望中，但看着门开着又不甘心，他决定赌一把，然后飞快地朝着门外跑去。等奶爸反应过来准备关门时，已经晚了，幸好另一个奶爸将他给抓住了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然后人熊之间就开展了一番战斗，然而双方实力悬殊，熊最终被完全碾压，一个强行带走，就给带到了室内。为了保险起见，直接锁上了2把锁。饲养员心里也苦呀，只是给大熊猫喂个盆盆奶的时间，差点就酿成大祸。小时候的萌兰太听话了，谭爷爷一声呼喊，他哼哼跳跳就回家了。这是萌兰小时候在四川的一段视频。当时到了下班时间，谭爷爷发现萌兰没有回来，谭爷爷只是喊了一嗓子萌兰萌兰，他就乖乖朝着室内跑去了，并且边跑边回应谭爷爷。萌兰真的好懂事呀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除了越狱，完全不需要饲养员担心。无论是谭爷爷，还是发姑奶爸，或者是美奶妈，只要带过萌兰的饲养员，都夸妈妈儿很听话。事实上，妈妈儿不仅听话，还很努力。在同级大熊猫还不会爬树的时候，他就主动学习爬树，还指挥奶爸看好自己呢。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，妈妈儿的爬树本领远超同龄小熊。还有一次，下班时间到了，有只大熊猫在树上不肯回家，妈妈儿凭借超高的爬树技巧，亲自爬树将对方给收下来。虽然他是个战五渣，但收猫时他却勇猛无比。试问一句，这么暖心的大熊猫，谁又会不喜欢呢？而他和发姑奶爸一问一答的画面，至今为止都还是熊猫界的一段佳话。60多斤了，你也晓得你60多斤了。哎，胖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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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年萌兰越狱了几次，会不会是想发姑奶爸了呢？靠！大熊猫看到美女这么主动呀，这会不会是哪个兄弟重生变成大熊猫了呀？哎呀，还把美女扑倒在地上，不错，有我当年的风范。看到他太过分，最终奶爸还是出手了，即使被奶爸强行拉开，他抱着美女的脚不放手。你们追女孩要是这么猛，也不至于单身了吧？看到美女主动的大熊猫，在这里就不得不提乐宝了。当年乐宝打黑工的时候，看到美女和汉子，态度完全不一样。如视频中，他还想亲美女呢，结果奶爸劝他老实点，他这才安分了一点。还有一次，有个美女和他合影，您猜怎么着？他看到是美女，拿过手机就主动拍照，结果奶爸都看不下去了，又劝他老实点。这是美女照片中的乐宝，颜值嘎嘎高。我靠，这张中的乐宝还会卖萌。当不是美女的时候，乐宝完全变了样子，任凭对方怎么主动，他就是不动，嘴里吃着东西，心里想的却是赶快拍，拍完下一位。只要不是美女，他的态度都是一个样。尤其颜值还不高的男生，他脸都是偏向一边的。游客花了钱，他看都不看一眼。这些大熊猫呀，看到美女和看到汉子的态度，完全就是两个样。我在偷妈妈苹果，结果外公来了。看到外公来了后，小五赶紧飙演技，装作在晒太阳，结果真把外公给骗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外公来给盲仔母子加餐，考虑女儿盲仔带娃辛苦，还特意给他藏了一个苹果。小五看到外公走后，赶紧从木架上滑了下来，然后一头扎进竹堆里寻找苹果。看到外公走了过来，嗖一下起身，然后飙起了演技，对着外公开始迷之微笑。虽然外公在寻找证据，但小五丝毫不慌，头抬起来，装作在晒太阳。外公没当场抓住，只好作罢离开了。看到外公扭头的瞬间，小五又一头扎进了竹堆中，并且成功找到苹果，然后大口
吃了起来。近距离看一下，小五牙齿都还没长齐，怪不得外公不让他吃苹果。吃了半天，嚼都没嚼碎，然后就被妈妈发现了。看到妈妈嘴凑了过来，小五一口就把苹果塞进了嘴里。虽然途中妈妈强行争抢，但也以失败告终。然后小五赶紧走开了，来到室内的门前，偷偷的吃起了苹果。哈哈，像不像极了小时候偷吃辣条的你？妈妈不准，躲起来也要吃。最终盲仔还是发现了，但聪明的小五看到妈妈过来，他又准备逃离。小时候的萌兰太暖了，看到美奶妈倒垃圾，她主动扶着垃圾桶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萌兰看到美奶妈在清理树叶，就快速跑了过去。我以为她要过去捣乱，您猜怎么着？没想到她过去就要抢奶妈的扫把。她的心意奶妈收到了，但这时她确实干不了，奶妈就给她爆开了。美奶妈把她放下后，刚一转身，萌兰又跑了过去。既然奶妈不让自己扫地，她就扶着垃圾桶。疼么么儿的美奶妈怎么舍得让她帮忙了？可是奶妈越阻止，她就越挣扎，还抓着垃圾桶不放手呢。然后她又被奶妈送到了一边。可是萌兰要帮忙的心已决，这下她又跑了过来。看到萌兰过来，奶妈赶紧把垃圾桶抱到了另一边。没想到萌兰还要跟过来，结果美奶妈死拦住。既然垃圾桶不让扶，看到地上树叶还没清理干净，她奔向铁铲，准备拿过来扫地呢。萌兰真的太懂事了，一心只想着帮忙，最后实在无法，奶妈只好让萌兰扶着垃圾桶。就这样，在萌兰的帮助下，奶妈的清理速度越来越慢。看到这里，我终于明白为啥奶妈不让萌兰帮忙了。萌兰虽然是好心，但她过来简直是帮倒忙。奶妈本来10几分钟就能完成的打扫，这下半个小时过去了，还没有完成。您瞅瞅，还差点将垃圾桶弄倒。但站在萌兰的角度来看，她只想帮助奶妈，哪知道自己好心做成了坏事。反正后面奶妈把萌兰送走了，她又过来又抱走了，抱走了又过来，就这样重复着。萌兰被亲妈带着时太幸福了，妈妈把她抱在怀里，不停亲吻，这一画面真的好温馨。萌兰婴儿时还是萌萌亲自带的她，当时的萌萌母性极强，在她的照顾下，萌兰白得发光。当时只要看到妈妈儿的视频，她不是在被妈妈抱着，就是在被妈妈亲吻的路上。即使妈妈饿了，只要舔舔妈妈儿就饱了。怪不得萌兰的脑袋有点秃，原来是小时候被妈妈舔的呀。萌萌有多稀罕萌兰呢？有一次，奶妈拿食物来换萌兰，萌萌把食物吃到嘴里后，玩那是一点都不想给。她把萌兰抱得死死的，一下都不想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。换作是成大的话，只要有吃的玩，你随便拿，用完记得还给自己就行。最后，奶妈只好拿出加了蜂蜜的盆盆奶。果然，大熊猫对盆盆奶没有抵抗力。就这样，萌萌闻到蜂蜜的香味后，把萌兰放在了一旁。趁她喝奶之时，萌兰就被偷走了。当萌兰被送来时，萌萌还确认一下孩子有没有被调包。当闻到孩子熟悉的味道后，她直接一把就搂在了怀里，激动的亲吻。当萌兰几个月大时，其他的小熊都是挖美能手，只有萌兰白得要死。主要是因为爱美的萌萌看到孩子身上脏了，就会拉着他去洗澡。反正妈妈带他的那段时间，他无拘无束，每天都没有烦恼，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个快乐的小熊。直到和妈妈分开的那一天，他都委屈坏了。至此以后，萌兰开始学会长大。好在遇到了发姑奶爸，陪他度过了整个童年。童谣中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没妈的孩子像个草，这真的很有道理。那最不好惹的大熊猫，那一定是梅青玫瑰飞。据说在山上时，蚊子都要挨几耳屎，而下山才几天，长隆的动物和人都被他骂了个遍。这一点，他的邻居小酷就深有体会。梅青下山前，他是个快乐的小熊，每天哼着小曲，那叫一个自在。现在小酷被梅青骂的，已经不敢哼着小曲回家了。快乐小熊也因此变成了郁闷小熊。有几次，小酷都差点被骂哭了，而饲养员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只因往小火车的车厢上扔吃的，结果不小心弹出一根笋笋。玫瑰飞看到后，直接开启了嘴遁之术，看这嘴型，应该骂的不是很脏。
后来馆长就给梅青下了命令，告诉他不准暴力输出饲养员。这孩子倒也听话，只不过嘛，换了一种方式对待饲养员。比如某天奶爸给梅青投喂苹果，结果苹果像弹簧一样从梅青的眼前弹开了。看着渐行渐远的苹果，梅青直接怒了。欲开口之时，想起了馆长的话，不能骂是吧？小拳拳逐渐握紧，梅青直接开启了死亡凝视。最怕空气突然之间安静了，一肚子的气，就不自觉的把他的小拳头给握紧。要说这奶爸有时候被骂也是有原因的。您瞅瞅，玫瑰妃睡得好好的，你直接把她给吓醒了。醒来后的梅青顿时火冒三丈，把馆长的话抛之脑后，又开始了嘴遁之术。就在前几天，梅青又开始了碰瓷，碰瓷的不是别人，而是室内的火车。这一操作吓得火车都赶紧暂停了。就是这样的梅青，对天对地对空气，蚊子过路都要挨2耳屎的那种。就问你，他好不好惹？见过大熊猫互相撞头吗？头撞一起后，下一秒直接背靠背，警惕着四周。他们便是热干面和蛋烘糕两兄弟。这天，两兄弟正在吃笋笋，突然奶爸的开门声立马引起两熊的注意。只见两熊同时起身，突然来了个头撞头，紧接着下一秒直接背靠背。这一幕直接把我惊呆了，他们真的好搞笑，好有默契呀，真是活久见。就这样过了20秒后，他们发现没有危险，食物也不吃了，两熊又默契的同时回家了。这两兄弟到底有多默契呢？有次热干面在沟里捡了一把拖把，为了检验拖把是否结实，现场直接咬了起来。弟弟蛋烘糕看到后，嘴里貌似再说哥哥拆东西，自己也要拆东西完，然后对着身旁的小树扒拉了起来。热干面见状，拖把也不拆了，又和弟弟一起拆树，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在两熊的配合下，最终树先生狼狈不堪的倒下了。除了配合默契，两熊也十分搞笑。就如这一次，热干面站起来吃东西，谁知下一秒，高子直接给了热干面1耳屎。就是这么突然，两熊不是在打架，就是在默契的路上。还有一次，两熊打着打着，本以为他们要不死不休时，您猜怎么着？他们闻到了笋笋味道，立刻停止战斗，然后统一战线，一起寻找笋笋。找到笋笋后，两熊又默契地干起了饭。他们两个真是我见过最有默契、最搞笑的大熊猫了。奶爸用逗猫棒钓媚珠，万万没想到萌萌被钓了过来。看到奶爸不是钓自己这个大宝宝，萌萌转头就走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媚珠在门口观望，奶爸就拿出逗猫棒逗逗她。本以为小孩子对逗猫棒毫无抵抗力，哪知道媚珠一点也不感兴趣，仍由奶爸疯狂摆动，她就是一动不动，而且她还在门口徘徊，反过来逗奶爸。这一幕也是给游客逗得哈哈大笑。然后媚珠还把自己撤了回去，奶爸不死心，继续拿逗猫棒钓媚珠。万万没想到，这次萌萌被钓了过来。看到逗猫棒，萌萌高兴极了。看到萌萌过来，奶爸直接撤回了逗猫棒。怎么的，大宝宝不是宝宝吗？奶爸赶紧解释，自己是叫媚珠过来玩球。萌萌听后心里一阵无语，果然隔辈才是亲呀。顿时他头上有无数只乌鸦飞过，然后萌萌识趣的离开了。看来萌萌才是长不大的宝宝，而几个月大的媚珠才是老辣。最终奶爸也没有逗回媚珠，气急败坏的奶爸等萌萌下班后，直接跑到室外将媚珠抱了回来，然后拿出手机记录下了媚珠可爱的时刻。奶爸呀，不要有了孙女忘了女儿呀，大宝宝他也是个宝宝呀。这是丁丁小时候越狱的画面，就在他要爬出去的时候，奶爸听到声音跑了过来。这个奶爸大家觉得眼熟不？喜欢看虫洞大熊猫的姨姨们应该认识，他就是奶橙奶爸。怕丁丁真的爬出去，奶橙奶爸赶紧爬到上面去赶。要不是有游客发现并告诉了奶爸，丁丁说不定真就爬了出去。最后丁丁被奶爸弄得从上面滑了下来。萌兰要是有这条件的话，估计早就爬了出去，根本等不到奶爸赶来。丁丁越狱失败后，虫洞也做了加强，没有像北洞那样用大铁皮封锁，而是给丁丁换了一个场地。画面中是丁丁在新场地越狱时的画面。他为了越狱成功后不挨饿，甚至还打爆了一根竹子。奈何熊算不如天算，他考虑到了越狱后，却没想到自己怎么也爬不出去。面对光滑的墙壁，他陷入了绝望，最终失望的离开。
此后多年，丁丁一直没有越狱，虫洞关于他的新闻也少了，甚至有时候他还学会了把奶爸挂网上，如视频中自己家门开着他不回家，偏要站在姐姐家门口淋雨。大家以为丁丁就这样过一生时，没想到前段时间他趁工作人员不注意，准备跑往人工通道。看来大熊猫丁丁一直没忘记越狱，他只是在等一个机会罢了。被奶妈阻止后，恼羞成怒的他开始对着奶妈生气。这孩子下手没轻没重的，将奶妈扑倒后就是一顿揍。在丁丁如此输出下，最后奶妈既然毫无大碍，你说巧不巧？看来每只大熊猫都有一颗越狱的心，各位奶爸们要注意哦。这是萌兰为数不多的成功越狱画面，趁没奶妈不注意，就朝着室外跑去。等奶妈反应过来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奶妈为了防止其他2小只也跑出来，只好一边挡住门，一边抱住向往自由的萌兰。而萌兰也很讲义气，虽然自己跑出去了，一直没有忘记室内的2个小弟，他还试图打开门，放2个小弟出来。那时的萌兰有多聪明，奶妈想一把给他抱进来，机智的萌兰一把抱住身旁的相机架，奶妈费了9牛2虎之力，也没把萌兰拉进来，甚至差点将相机弄倒。要不是一名奶爸出现，萌兰这一下就把小弟给救了出去。最终成功跑出去的萌兰，又被奶妈硬生生给扯了回来。虽然罪魁祸首萌兰被奶妈安排了小单间，让他反思，但是到了第2天，萌兰看到饲养员都走了，又开始了干大事。他让庆小充当肉垫，由于平时2熊就经常练习，所以庆小十分的配合。结果众熊发现篮筐更适合充当垫子，便把篮筐反倒，然后由萌兰开始尝试。可惜的是，萌兰距离成功仅有1步之遥。没想到摄影师告诉了奶妈，然后萌兰又被关了起来。魅猪真的长大了，会在小窗口买东西了。为你买什么？买胡萝卜还是买竹笋？你有没有钱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魅猪从室外回来，发现妈妈正在吃东西，然后就直扑妈妈怀里抢东西，结果妈妈手轻轻一抬，就躲过了魅猪。就在魅猪继续抢夺时，还被妈妈来了一个无情脚。就这样，找妈妈索食无果后，魅猪就来到了窗口前，像个顾客一样朝着奶爸要买食物。小朋友，请问你买什么？买胡萝卜还是买竹笋？你有没有钱？奶爸得知魅猪有钱后，就去叫奶妈了，然后就出现了这一幕。奶妈带着食物来到窗口前，给魅猪售卖。哪知道食物一出现，萌萌也凑了过来，结果在现场直接趁火打劫。魅猪心里苦呀，向妈妈要食物时，妈妈不给，结果自己用钱买东西时，妈妈直接过来白嫖。白嫖就算了，直接用脑袋把窗口占满，不给魅猪吃东西的机会。这行为简直就是趁火打劫。一旁的魅猪疯狂拍妈妈的脑袋，并且嘴里喊着，结果魅猪这一叫，直接被妈妈给按倒在了地上。然后萌萌大口大口的炫食物，确认过眼神，这是亲妈无疑了。要我说，这魅猪也太可怜了。我想给你，问题吃箱里面装满了，你叫我放哪里啊？原来大熊猫真的听得懂人话，只因奶爸说了一句车厢满了，他就赶紧把竹子扔掉，清理空间，好让奶爸给零食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奶爸来给这只叫做酷酷的大熊猫来喂窝窝头，然后奶爸开玩笑说酷酷的车厢满了，窝窝头不知道放哪里。结果没想到酷酷听懂了，把车厢里面的竹子给扔出来，用来装窝窝头。看到酷酷清理完车厢后，奶爸将窝窝头扔了过去。哥，哎呀！然后酷酷吃上了香喷喷的窝窝头。看到酷酷这一表现，奶爸都夸奖说他太厉害了。太厉害了，觉得自己。当小火车准备开动时，奶爸让他扶稳，没想到他又听懂了。哎，小火车准备开动了啊，做好扶稳了。哇，这个霸气的姿势！奶爸话音刚落，酷酷就用手扶好了。酷酷真的好聪明呀，他真的听得懂人话。然后酷酷坐在火车上，大口大口炫起了食物。而酷酷的火车像极了移动餐车，而同样是就餐，同在屋檐下的梅青就不一样了，不仅脾气大，还碰瓷火车，多次逼停室内的小火车，这可把饲养员气哭了。同样都是小熊，怎么一个听话，一个淘气呢？
那最不好惹的大熊猫，那一定是梅青玫瑰妃。据说在山上时，蚊子都要挨几耳屎，而下山才几天，长隆的动物和人都被他骂了个遍。这一点，他的邻居小库就深有体会。梅青下山前，他是个快乐的小熊，每天哼着小曲，那叫一个自在。现在小库被梅青骂的，已经不敢哼着小曲回家了。快乐小熊也因此变成了郁闷小熊。有几次，小库都差点被骂哭了，而饲养员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只因往小火车的车厢上扔吃的，结果不小心弹出一根笋笋。玫瑰妃看到后，直接开启了嘴遁之术，看这嘴型，应该骂的不是很脏。后来馆长就给梅青下了命令，告诉他不准暴力输出饲养员。这孩子倒也听话，只不过嘛，换了一种方式对待饲养员。比如某天奶爸给梅青投喂苹果，结果苹果像弹簧一样从梅青的眼前弹开了。看着渐行渐远的苹果，梅青直接怒了。欲开口之时，想起了馆长的话，不能骂是吧？小拳拳逐渐握紧，梅青直接开启了死亡凝视。最怕空气突然之间安静了，一肚子的气，就不自觉的把他的小拳头给握紧。要说这奶爸有时候被骂也是有原因的。您瞅瞅，玫瑰妃睡得好好的，你直接把她给吓醒了。醒来后的梅青顿时火冒三丈，把馆长的话抛之脑后，又开始了嘴遁之术。就在前几天，梅青又开始了碰瓷，碰瓷的不是别人，而是室内的火车。这一操作吓得火车都赶紧暂停了。就是这样的梅青，对天对地对空气，蚊子过路都要挨2耳屎的那种。就问你，他好不好惹？这是萌兰为数不多的成功越狱画面，趁梅奶妈不注意，就朝着室外跑去。等奶妈反应过来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奶妈为了防止其他2小只也跑出来，只好一边挡住门，一边抱住向往自由的萌兰。而萌兰也很讲义气，虽然自己跑出去了，一直没有忘记室内的2个小弟，他还试图打开门，放2个小弟出来。那时的萌兰有多聪明，奶妈想一把给他抱进来，机智的萌兰一把抱住身旁的相机架，奶妈费了9牛2虎之力，也没把萌兰拉进来，甚至差点将相机弄倒。要不是一名奶爸出现，萌兰这一下就把小弟给救了出去。最终成功跑出去的萌兰，又被奶妈硬生生给扯了回来。虽然罪魁祸首萌兰被奶妈安排了小单间，让他反思，但是到了第2天，萌兰看到饲养员都走了，又开始了干大事。他让庆小充当肉垫，由于平时2熊就经常练习，所以庆小十分的配合。结果众熊发现篮筐更适合充当垫子，便把篮筐反倒，然后由萌兰开始尝试。可惜的是，萌兰距离成功仅有1步之遥。没想到摄影师告诉了奶妈，然后萌兰又被关了起来。见过大熊猫互相撞头吗？头撞一起后，下一秒直接背靠背，警惕着四周。他们便是热干面和蛋烘糕2兄弟。这天，2兄弟正在吃笋笋，突然奶爸的开门声立马引起2熊的注意。只见2熊同时起身，突然来了个头撞头，紧接着下一秒直接背靠背。这一幕直接把我惊呆了，他们真的好搞笑，好有默契呀，真是活久见。就这样过了20秒后，他们发现没有危险，食物也不吃了，2熊又默契的同时回家了。这2兄弟到底有多默契呢？有次热干面在沟里捡了一把拖把，为了检验拖把是否结实，现场直接咬了起来。弟弟蛋烘糕看到后，嘴里貌似再说哥哥拆东西，自己也要拆东西玩，然后对着身旁的小树扒拉了起来。热干面见状，拖把也不拆了，又和弟弟一起拆树，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在2熊的配合下，最终树先生狼狈不堪的倒下了。除了配合默契，2熊也十分搞笑。就如这一次，热干面站起来吃东西，谁知下一秒，高子直接给了热干面1耳屎。就是这么突然，2熊不是在打架，就是在默契的路上。还有一次，2熊打着打着，本以为他们要不死不休时，您猜怎么着？他们闻到了笋笋味道，立刻停止战斗，然后统一战线，一起寻找笋笋。找到笋笋后，2熊又默契的干起了饭。他们2个真是我见过最有默契、最搞笑的大熊猫了。这只正在关门的大熊猫叫做强生，他以为没有游客了，
便自己关门，停止了营业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一大早，强生就自己开门来营业了。都说强生懒，人家上班还是挺积极的。看到没有，上班的第一件事便是巡视自己家的山头，看看一花一草有没有少。哎，为什么其他大熊猫环境这么好这么大，萌兰要是有这么大的山头就好了，哈哈。因为山头太大，强生巡视没多久就不走了，就在这里开始了葛优躺。到此时我才发现一个问题，强生并不是懒，而是自己家山头过大，巡视需要过多的精力，所以才让姨姨们误认为他懒。在山上睡了一会后，饲养员便用食物给他吸引了过来。看到食物后，强生甚至激动就是不行动，食物放到面前都不动手，这是要饲养员炫嘴里吗？到这里，我对强生的懒又有了认识。刚开始我还为他强行解释，这下好了，他是真懒，确定无疑了。您瞅瞅，就是吃草也舍不得抬头拿食物。过了一会儿，都还没有到下班时间，强生便早早来到了门前，看了一眼四周，发现游客很少，然后习惯地打开铁门，进入到了室内。到室内后，还故意说没人了，赶紧关门停止营业。有些双胞胎高矮胖瘦，有些双胞胎复制粘贴。虫洞的可可爱爱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双胞胎之间的默契，神同步的次数多了，大家都感觉非常神奇。更绝的是，2小只同步就算了，他们有时还要拉着二顺妈妈一起，比如视频中的蝶猫猫名场面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默契的大熊猫。这天2小只在一起喝盆盆奶，看到奶妈出来，可可爱爱直接整齐划一，神同步的看向奶妈。离谱的是，小爪爪翘起来的高度都是一样，木架便晒熊感，晒着2只小熊。可可爱爱不仅睡觉动作一样，就连抓痒的癖好都要神同步。就问一句，神不神奇？睡个觉都被他俩睡出了花样，他们真的是默契十足，无论在干什么都是一样的。虽然他们是2只小熊，总感觉他们在共用一个大脑，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。在熊猫圈中，能做到这样存在的双胞胎，真是寥寥无几。不信大家就去看看成都熊猫基地6号别墅那2只。在这里就不得不夸夸二顺妈妈，她真的太会生了，生了2个自己，真的不是我格外吹捧他们。他们真的是干啥都一样，挠痒痒一样，回头看一样，就连爬个树都能做到神同步。同时2小只还是虫洞最勤俭持家的小熊，因为嘴角都留有奶渍，互相舔干净一丢丢也不浪费呀，省了饲养员给他俩擦嘴了。大副看命，小副靠省，为了虫洞这个家更富裕，还得靠他俩勤俭持家。到下班时间时，2小只还会一起蹲门口，乖乖地蹲在门口，等待着饲养员开门下班。纵观古今熊猫历史，像这么同步的大熊猫没有了吧？希望他们一直如此，互相陪伴，互相关爱，然后永远的这样幸福下去。